醋饭很难吃，到底是来自美食专家的公道评论，还是带有恶意的名誉贬损？现在的社会新闻有时是因为人与人之间认知与信念的不同，导致感受上的相互矛盾，最后行为失去分寸。大家好，这里是淑女养成记，我是阿令。不管你有没有关注超派铁拳的新闻，我们都可以来听一下今天的这本书。这本书可以让我们理解到人跟人之间相处的痛苦是怎么产生的。首先，我们来搞懂认知这件事。这本心灵疗愈自助手册里面有提到一个故事片段，是这样的：有一个女人叫做沙蒂，她不分日夜的照顾病重的丈夫。她的丈夫已经好几个月昏迷又苏醒，苏醒又昏迷。某一天，丈夫清醒过来，他跟沙蒂说道：沙蒂，你跟我走过许多苦难，我被炒鱿鱼的时候你陪着我，我做生意失败的时候你陪着我，我被人枪击的时候你也陪着我，现在我身体不行了，你仍然守在我的身边。沙蒂啊，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沙蒂温柔地靠近丈夫，问他说：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沙蒂的丈夫生气地回答：我觉得你根本就是一个扫把星。看了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呢？我先说，这里没有要站道德站男女哦。书中提及的这个小故事其实是要告诉我们，每个人对同一件客观事实的认知都不一样，所以影响我们情绪的关键点不是这个客观的事实，而是我们怎么去认知这个事实。关于这本书，它有提到10个心灵健康的真相。我自己这边看过书后，将它消化并且简化一下，我把它简化成6个，然后把它定义为让人际关系变得更好的6个真相。首先，真相1是情绪需要你去辨识了解。心理研究专家发现过一个现象，快乐的人面临瘫痪，他还是会很快乐；不快乐的人呢，即使中了乐透，他也会觉得惶惶不安。所以呢，就像刚刚那个沙蒂的故事一样，当一个人感到愤怒、焦虑或者是恐惧等等有情绪的时候，这些情绪之所以会来临，是因为你的认知导致了这些情绪，而不是这个客观事实。有人可能会觉得认识情绪这件事有什么好处吗？绝对是有的，因为你会知道自己对什么事件会有比较大的情绪反应。打个比方哦，朋友欠了你1万元，你不生气，但上个礼拜朋友竟然一起去吃想想没有揪你，你气到不行，觉得自己被排挤。那你是不是就从这个事件还有这些情绪知道什么东西跟什么价值观是在你人生中比较看重的？那至少了解了这点，未来你在人生决策上就可以有一个准则。至于如何辨认情绪，我之前也有分享过相关的书籍，有兴趣的人可以点右上角的连结，点击观赏。第2个真相是，你的行为来自于你有一个固定的回圈，这个回圈是这样的：想法、感受、行为。就像刚刚说的沙蒂的丈夫，他的想法跟认知可能是因为迷信，他认为妻子是一个会带来灾祸的女人，所以他对于被照顾、被亲近这件事情，他的感受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感动，反而是恐惧或者是愤怒，所以他展示出了负面的行为跟语言。但你不要以为只有怪咖才会这样哦，其实大多数人都多少有一点强迫行为。举例来说，你认为老板同事实在太机车了，每次上班都让你超级愤怒，所以周末你都必须去怒吃一波。这个怒吃的行为就是在解决职场这个长期痛苦的疏解行为。所以怒吃这个行为虽然可以让你暂时解决怒气，但你要知道，那个让你痛苦的源头还是在于你对于职场的负面认知跟想法。第3个真相，你的行为背后有一个目的。当你看着体重飙涨、渐渐的红字时，你可能会想说：天哪，我不想要再继续这样怒吃下去了。但周末一到，你朋友一揪，你还是会手刀跑去吃饭店的下午茶。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你明白这个怒吃的强迫行为是恶性循环，但不得不说，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过上这样周而复始的生活，也达成了某种莫名其妙的平衡。不要以为负面情绪大家都很想摆脱哦，有时候其实我们超爱负能量的。从刚刚那个怒吃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隐藏的想法，就是当我们保持着对他人的愤怒跟生气，就可以永远不用为自己的职场人际关系负责。因为你的潜意识偷偷的会知道，假如你正视你的人际关系，甚至试着去处理这些人际关系，你有可能要面对受伤的风险。至于为什么你会逃避呢？有可能是来自于你曾经人际上的创伤，或者是被拒绝的恐惧。第4个真相，其实你有一个心理障碍，而这个心理障碍是你的绊脚石。但是我必须说，如果怒吃不会影响健康，其实没有什么不好。消极处理人际关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大不了一直离职找新工作就好了。但这个真相要说的是，如果你发现长期以往用相同的模式去处理同一个问题，那可能会让你的人生像是一个无法止损的向下斜坡。最后可能当你年纪一到，再也找不到好的工作了，那你就应该明白，这个心理障碍有很大的破坏力，只是它引爆的时候未到而已。所以从刚刚的例子想一想自己为什么会有人际的创伤，适时做出一点改变，其实是可以考虑的做法。第5个真相，行为是你自己主动认可的。从刚刚的这4个真相我们可以知道，可能过去你某些历史跟某些经历会影响你的认知想法，进而产生一些强迫的行为。但是还是要说，行为是经过我们认可而产生的，也就是说是我们准许这样的行为发生的。就像是最近的那个新闻，为什么一个人会去揍出言挑衅的人，但是不会去揍爱乱哭闹的小孩呢？绝对不是那个小孩说醋饭很好吃，而美食公道伯说醋饭很难吃，所以导致了这个打人的冲动。先不管这个打人的人是不是曾经自己也被打过，还是说他有什么儿时的创伤，但是人在当下会去对特定的人做出某种行为，其实是经过自己的允许的。但是这里不是只有指这些不良行为的加害者哦，受害者也是一样，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也就是说，假如有个人被揍了一次，可能是不小心的，但是如果还持续在类似的事件中被揍第2次、揍第3次，而且没有改变做法或趋利避害，那被揍的那个被害者呢，其实他也自己在共构这个暴力的行为。第6个真相，增加自我的力量，而不是改变他人。所以接下来要讲的是界限。界限真的是老生常谈的议题。我想温和坚定表达自己的需求，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关于界限其实是一个很深的议题，不过这本书有提到3个基本准则，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当你面对界限议题的时候，可以试试问问自己，你了解自己的期望吗？你有让对方了解你的期望吗？你让对方知道不达到这个期望的利弊得失了吗？我觉得书中提到的这3个界限问题其实是蛮好的自问，也是人际关系中画出界限的一个基础提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当然刚刚说的是比较关系恶劣的情况，但我们这边也需要去认知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世界上还有一种状况，就叫做毫无界限的帮忙。这应该也是华人世界的通病。如果我们正在帮忙别人做的事情是对方有能力做到，或者本来应该由他去完成的事，那你的帮助其实只是在强化他的不良习惯而已，因为你在妨碍对方的学习。简单来说，就是把别人的作业抢来自己做。画好界限之后呢，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所有的改变除非是出自于那个人的自愿，意识到他想要活出新的模式，不然人多半都只会依循既有的习惯来生存。所以如果当你画好界限，但这个界限又再次失衡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明白，就像刚刚说的，每个行为的背后都是经过认可才会发生的。那既然是对方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就比较能够去客观看待这个界限失衡的结果。那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记得照顾自己，并且做出符合你自己原则的回应就好。至于别人呢，你要尊重他的行为，让他能够做他自己。最后来谈谈这本书。其实这本书真的是蛮久以前出版的，但因为它翻译得很流畅，而且概念蛮浅白的，篇幅也不会太长，
我个人觉得这本心灵疗愈自助手册其实书名取得蛮棒的，就是如果你觉得去上什么成长课程啊，或者是去找咨商师很麻烦也很花钱的话，那么这本书不失为一本可以自己在家默默研读的自我探索启蒙读物。希望你还喜欢今天的分享，喜欢频道的话记得帮我按下订阅。我是阿令，淑女养成记，我们下次见。